那么我在市中上学的时候，生活也非常苦。我因为住校，当然只能吃这个食堂啊。他每天吃什么？窝窝头，就是玉米做的窝窝头啊。那么冬天呢，只有一种菜，大白菜，天天顿顿都是大白菜汤跟窝窝头啊。我上次说过了，印尼最穷的人，那个农业工人不是吃稻米跟咸鱼。那么在市中，连咸鱼都吃不上啊！早上是窝窝头跟咸菜啊，是吧？中午跟晚上都是白菜汤，一年到头啊，没有吃过一次肉。在北京的生活，可以说我是过着中国北方当时最苦的生活，但是呢，我顶得住啊。但是市中虽然是生活很苦，但是功课是一流的。我说过了，毕业生啊，都上清华北大啊，这个是非常强烈的对比，是吧？生活很苦，功课是一流啊。那么住的条件就是4块木板搭起来的啊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密密麻麻，很挤啊，也是非常恶劣的条件。这个是我过的生活。那么接着我要讲一讲生活方式，洗澡的问题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在印尼，每天呢，不管是男女老少、穷富，每天要洗澡2次啊。这个大多数很多人不知道的，这个不是在印尼生活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个，所以我要提一提。早上一起床，他不是洗脸，而是洗澡，就是叫做冲凉，用那个水瓢浇那个冷水浴冲凉。每一家都有水池的，早上一起来先冲凉，再吃早点。傍晚吃饭以前再来一次冲凉，不管男女老幼、穷富都是这样，一天冲凉2次，就是一天洗澡2次。这个是印尼的生活方式。那么在北方，我一到北方完全不同。拿北京市来说，家家都没有浴室，没有洗澡的啊。要洗澡到哪里去呢？公共澡堂啊。那么我作为一个学生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只能1次到公共澡堂去泡汤啊，一个礼拜1次。你想一想，在印尼是1天2次洗澡，到北京是1个礼拜1次到公共，这个就是生活天跟地的差别啊。一直到后来，因为考上了，顺便说什么？考上了清华大学，那才根本改变了啊，生活是一步登天了。在清华大学的伙食是每天吃馒头啊，有肉啊，那么他有洗澡的地方啊，每天都可以洗澡啊。学校有那个喷浴室是吧？
那个生活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我是决定走人，对不对？因为走不了了。这个要讲一讲，在当时毛泽东统治的时候，除了外交官以外，平民百姓是不许可出国的，想都不敢想，说都不敢说。你说你要出国，就等于叛国，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。当然后来我才知道啊，我才知道，逐渐知道，因为很多事情是不是一下子能知道的，是逐渐知道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凡是要出国的，有这个思想的人，如果被发现，都算叛国犯啊。我举2个例子，但这个是后来的事。很典型的，就北大的右派分子陈风孝啊，他写了一本书《梦断未名湖》，我有那本书《梦断未名湖》，他就写了，他被打成右派以后，他跑到那个天津啊，他天津那个港口，他想上那个外国轮船，想逃跑啊，但是没有上过，他就是在这个码头转，给抓住了，就为这个事给他判什么呢？叛国犯了，15年徒刑。另外，我认识一个人，那是后来的事了，在监狱认识一个人叫欧宏礼，现在他在美国。他有亲戚在美国，他就写信给朋友，说他很想投奔他的亲戚到美国。那个信被查出来的，也判15年徒刑。这个是举2个例子，最典型的。但是后来接着还有很多了，对不对？我就不一一举了。总而言之，凡是你想跑到外国去的，都判15年徒刑。这个是标准的期限，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。所以当时呢，说都不敢说，你不要说申请了，对不对啊？我要想出国，说都不敢说。所以我那个想出国只是一种想，根本不可能实现，所以我就被迫不能走啊，被迫留在北京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只能就是毕业了。1952年，我是在师大附中一部毕业的，只能考大学只能考大学。那么考什么呢？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个也要讲一讲，是吧？这个不是简单的事。考大学，你考什么系啊？考哪一科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我顺便讲一讲，这个跟我的生活经历、兴趣，跟家庭都有关系所以我顺便说一说。我呢，兴趣比较广泛，是吧？这个跟我的家有关系，跟我的经历有关系。我童年时代我说过了，不是住在那个橡胶园，后面就是大原始森林动物，老虎、豹、犀牛、大象，什么都有。所以我童年开始就接触这个生物了很喜欢这个生物。另外，我后来也读了达尔文英国的生物学家。所以我有个理想想成为生物学家，是吧？
达尔文他是周游世界了，去考察这个生物，对不对？我对生物学很有兴趣，有意想考这个生物系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想法。第二，因为我童年时代，对不对？我说住在那个冷沙，我有2个商店，不同的地方，经常是走这个2个地方，还有冷沙市，还有我的家那个豪宅，我们有2部汽车，经常走动，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。另外，我这1年20年中住过3个城市，冷沙市、棉兰跟那个齐沙兰，也是走动的、流动的，不是固定一个地方。另外，我小学的时候就接触了美国的那个国家地理杂志，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， 一直到现在我还订了，那个在美国是很有名的，国家地理杂志，另外我说了，我从4岁开始看美国影片，那么美国影片当然介绍很多。旅游的、探险的，看了美国影片就这个眼光很广，所以我对地理很感兴趣，对旅行、对探险很感兴趣，所以我也想考地理系，我的理想就是周游全世界，这个理想是这样。一个想当生物学家，一个想当地理学家、旅行家、探险家，这个是我的理想。但是呢，在当时的现实都不能实现，因为在中国生活，你不能出国，你成不了达尔文。达尔文是周游世界了，他去考察生物，你出国你也成不了旅行家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学生物、学地理，最多你的出路就是教书。那么我呢，不愿意当教员，因为教员是什么呢？是做重复的工作。教书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不想做重复的工作，我想做什么呢？有创造性的工作。那么想来想去，选什么呢？最后选择了建筑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童年时代也喜欢画画，因为我的大哥他也爱画画，我也跟他学画。美术因为建筑系不但要学工程，而且要学美术，它是2方面都要学的。那么清华大学有建筑系，是全国唯一的6年制的工科，唯一的，它是学数联，其他的工科土木系电机系都是5年，唯独建筑系是6年，就是因为他不但要学工程，而且要学美术，所以我就决定了选择这个建筑系，建筑系因为也可以，它不会重复的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创造，那么考建筑系是可以说是最难考的一个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同学也喜欢考建筑系，你考别的系，你比方说考电机系，那是清华大学最难考的，一个就是建筑系，一个是电机系。那么电机系你考的时候，你竞争跟男同学竞争，因为电机系很少你同学上电机系的，什么机械系电机系很少你同学
但是建筑系很多女同学喜欢这个建筑系，所以竞争不光要跟男同学竞争，还要跟女同学竞争，所以是可以说是最难考啊。但是呢，结果呢，我考上了，那就是很高兴了啊。这个是我的这个就是说经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一个高潮了。虽然我不能出国，但是起码我考上清华大学建筑系，就是最好的大学，最好的系科，也很高兴。同时呢，还顺便说一说，我考大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北京姑娘，长得也很清秀，啊，等于什么呢？就是双喜临门呐，是吧？又考上清华，又跟这个也算是很漂亮的啊北京姑娘啊，这个做朋友啊，也很高兴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就是我的一生当中，可以说这是一种高潮了啊，双喜临门，对不对？最得意的时候了，可以这样说。那么上到3年级，风平浪静，对不对？很顺利。哦，顺便我说一说这个，还有一点我要说一下，这个我要补充一下。我曾经想过啊，要考这个航空学院啊，因为我的志气很高的，是吧？啊，那个年轻啊，那个不得了，那个理想啊，是非常高的，壮志凌云啊，可以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也很想考这个航空学院，想做什么呢？想做这个飞机设计师啊，很想成为一个航空设计师啊，飞上蓝天，对不对？理想。但是我没有报考航空学院，为什么？我听说航空学院是保密的很严，必须是党团员才能考，才能报名啊。那么我当时不是党团员啊，不可能考上的，那个是啊，你也不让你考，根本也不让你报名啊，那个要政治审查很严的啊，考大学之前要写简历的，是吧？所以现在呢，我顺便讲一讲，我在新加坡参加过中共的青年组织，我说过了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那是在新加坡参加的。但是我回到大陆以后，我一直没有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我虽然在思想上是左派，但是我本人是一个很热爱自由的人，不喜欢受到限制，是吧？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。你比方说礼拜天，我在北京的时候，礼拜天我干什么去呢？我一定出门到北京四周的郊区去参观。北京这个古城周围很多的名胜古迹。虽然我经济并不富裕，很穷家里并没有给我寄钱，我都靠助学金的，我上学都靠助学金的，没有钱的，最多一个月给你几块钱，2-3块钱了，大概我记得是只有2-3块钱只够用就是买这个公共汽车的票了，对不对每一个星期日我一定出门，是吧？
这个就是我的爱好，我的个性。那么，假如我加入共青团，我就没有这个自由了。这个就是矛盾了，因为加入共青团以后啊，你每礼拜要过团日，要具体生活，你就没有这个个人的自由了。啊，你不能，你没有个人自由了，你必须参加具体的生活。所以这个跟我的个性啊，思想是思想是吧？我是左派，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个性、兴趣，这个是矛盾的，这个是非常矛盾的。那么我为了保持我个人的礼拜天的自由，我就不愿意加入这个组织了。啊，你组织等于束缚我的自由，所以这个就是矛盾。所以我不加入青年团。啊，那个是很严的，你一定要加入这个，一定要过团日的，没有你个人自由了。所以这个矛盾就在这里，是吧？所以我一直没有加入共青团，是吧？我之所以能够上清华大学，啊，这个还要讲一讲，是吧？除了功课过关以外，啊，因为我上过最好的中学，是吧？我的功课当然是合格，你才能够进清华大学。另外，政治审查很严的，你要写简历。从8岁起，你要写简历，啊，我就写我的简历了。那么我的简历，从小学我就反对日本了，是不是？成为左派分子，我从小学就成为左派分子，那个是事实嘛？我也不是吹牛，我就根据事实嘛写我的简历，啊，都是所谓的进步。啊，我的简历，我的历史就是进步的历史，所以这个政治审查通过了。如果我的简历不是左派的，不是进步的，或者我参加过三青团，比方说外面也有三青团呢，在印尼也有三青团。等下一次就讲到这个三青团的事了。我有一个华侨同学，因为加入三青团，他就成了问题了，是不是？那个下次再讲讲这个，啊，因为我是左派，对不对？我一直是左派嘛，啊，当然有一度是拥护那个蒋介石，那是一度了，到后来我就反蒋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是我上次讲过了，就不讲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的政审就政治审查合格，我才批准了。我是清华大学不容易的，是吧？那么报志愿，那个时候要报3个学校3个志愿，你一定要，他要求你什么呢？写3个学校3个志愿，但是我写什么呢？我只写1个学校1个志愿，清华大学，清华大学，清华大学，啊，建筑系，建筑系，建筑系，那个班主任呢就找我了，他说你这样写不行啊。你3个志愿嘛，你写3个学校。我说我不写3个学校，我说批准就批准，不批准我就不上了。啊，我这个人就是追求完美啊，上不了好大学，干脆我就不上了。上到3年级，风平浪静，对不对？它是一共6年制嘛，对不对？我上了一半。好了，碰到一个运动来了，是吧？什么运动呢？那是1955年3年级的时候，反胡风的运动出来了，突然出来一个运动了，啊，胡风是谁呢？他是一个文学家，他是留学日本，啊。他是鲁迅的，号称为鲁迅的学生，啊，他是左派啊，
左派的一个文学家。但是他这个解放初啊，他写了长诗啊，赞美这个毛泽东啊，我忘记了那个是什么，他的诗的名字我忘记什么，我忘记了。长篇的诗啊，赞美毛泽东这个胡风啊。但是后来他又写了万言书啊，提意见了，他不赞同毛主席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，对不对？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，他这个他不赞同。文艺理论呢，他认为这个范围太窄了，这样你就把人的思想卡住了，你限制人的创造，这个是纯粹文艺上的问题啊，应该说是属于思想问题，是吧？啊，但是呢，毛泽东就把它列为政治问题了，认为这个是反革命思想、反革命行为啊，这个运动啊，反胡风运动，突然就在《人民日报》把胡风写给他的朋友的信呐、私人信件呐、全部登在《人民日报》。有一些就是说表示他不同意那些文艺观点，就是批判用毛泽东写的那个暗语啊，把它夸大了，把他的话就是加盐加醋了，啊，认为他是反革命的罪证。当时我就想了，中国宪法不是规定吗？啊，通信自由啊，通信自由就是说你不可以这个抄人家的信件呢、啊。那么这个你把人家的私人信件公开公布，这个跟通信自由是违背的。那个私人信件呢、啊，你不可以公开的，你没有授权呢、啊，除非他同意，对不对？他不同意你怎么可以把人家的私人信件公开呢？我就是给我印象了，我就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违反你自己的宪法，这个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啊，我不赞同这个，是吧？而且这个是纯粹是文艺的观点，跟政治没有关系的。但是毛泽东把思想问题列为政治问题，后来他被打成什么反革命分子了，后来啊就判刑了好几次，这个我忘记，我有书关于胡风的书我有，但现在我忘记了他几次判刑，后来又放了，又判刑，总共大概坐了几十年的牢，最后什么他疯了，神经失常了，最后的结果的神经失常。那么这个运动牵涉的人不少了，凡是跟他有联系的都被打成胡风分子啊，有的是坐牢了，判刑坐牢啊，甚至读过他的文章的人都牵连进去了，牵涉的好几千个人啊。这个是55年的事啊，我那个时候是上清华3年级的时候。接着怎么样呢？这是55年呢、啊，把胡风的这个运动啊，反胡风运动呢，转变成什么？肃反运动。你看这个毛泽东这个搞运动啊，这一个接着一个。肃反运动它的全文是什么？肃清
安常的反革命分子运动，它的全文啊，肃清安常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啊。那么肃清反革命运动已经是举行了，对不对？那杀了不少人了。那个正反，那个是1951年吧，我记得是1951年举行的正反运动，那个是已经好几年过去了，那个杀了300万人了，判刑的，判死刑的啊。那个正反运动，镇压反革命分子，这个是肃反运动。肃清安常，什么叫安常的？就是没有发现的，是吧？现在重新的，主要是什么？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就是每一个人要检查自己有没有反革命行为和反革命言论，要互相检举揭发。要调查每一个人的历史这个运动的内容就是这样。那么口号是什么？大胆检举，就是鼓励人们互相检举。我呢没有写这，因为我没有，我不知道我没有发现有别人有什么问题嘛。对，他是说什么？你只要有怀疑某某人有反革命行为或者反革命言论，你要检举。但是我没有发现我周围的人有什么言论，是吗？所以我没有写。反过来，别人检举我了。我成了什么肃反运动的对象了。这个就是祸从天上来具体的做法是什么？开批斗会。这个批斗会怎么样布置会场？那个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教室，他会场早就布置好了，形成一个马蹄形是全班的同学。我们建筑系我那个班分3班，3个班每一个班大概有20几个人嘛，那么有70-80个人围成一个马蹄形，布置好了，会场布置好了，然后叫我开会，叫我站在中间，这个就是批斗会的场地。我是生平第一次经历这个批斗会，站在那个马蹄形的会场的中间，有4周的同学，就同班同学控诉我揭发我反动言论。第一个，这个我的罪名说我是偷听敌台。偷听敌台是什么呢？就是指美国之音批斗我，要我交代。但是我没有偷听过敌台我也没有收音机，没有偷听过。当然我就不承认了我不低头他叫我交代，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事就有意思了，这个就是要谈一谈了。所以这个中国这个事，这个就是冤假错案的最典型的例子，这个必须要讲一讲我没有听敌台
这个怎么来呢？要来龙去脉怎么回事？这个要讲一讲。有一天，我去北大，去找一个朋友，华侨朋友李延虎，那是我在印尼的同班同学。他上北大英文系，我找他宿舍，他不在。那么有几个华侨朋友我不认识，他们是偷听短波，他们有收音机啊，偷听短波啊，短波是受控制的，他们是偷听，但是听的不是美国之音呢，他们听是什么？澳大利亚的音乐节目。我听了，我大概听1-2分钟，我也不感兴趣，我就走了。我听了几分钟，走了。不是美国之音。那么后来我告诉我的同学，我告诉我的同班同学，最好的同班同学叫彭复兴，他是北京人。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在北大听那个澳大利亚的广播，啊，我说澳大利亚那么远，但是他广播很清晰啊。因为我一直没有听过广播啊，我自己没有那个收音机嘛。我说我很奇怪啊，那非常清晰，我就说了几句话。到书反的时候，他就把我这个话报告了，就是检举我。说我偷听敌台美国之音。那么是不是他检举，还是这个别人检举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是不是他检举的，还是这个？我顺便还要说，学校清华大学当时有一个制度叫做政治辅导员，有一个制度啊，政治辅导员，也是学生的担任的，但是他就是专门管学生的思想，监视学生的言行。这个胡锦涛啊，到后来上清华的，他就是政治辅导员。我顺便说一下，他的工作就是监视同学的一举一动。是不是这个彭复兴揭发我像这个政治辅导员呢？然后有政治辅导员来检举我呢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我听那个音乐是跟彭复兴说的，我没有跟第二个人说这个话，这个就是这个不服，把音乐说成是美国之音，这个是一件事，要批斗我不服嘛，当然我不服气，这是一个我的罪名啊。第二个，说我散布美国的军事威力宣传美国的军事威力，这个在当时这个罪名可不小啊。那么这个事情你怎么样呢？又要讲清楚，你不讲清楚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如果简单说我没有，那很抽象嘛，对不对？讲一讲。